这起网络故障真是闻所未闻，更别说见过了。我把网络刚给它修好，然后又马上崩掉了。只要你不接任何线的情况下，网络也能崩掉。要不是靠电脑一时死机，我压根就查不出这故障来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这期的维修之旅吧。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外面有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有网啊，这个有网。对，是这个光猫有网。对，这个光没有网。然后这里面没网。对，就传到这个里边嘛，就各个屋里边没网。各个屋里面没网。对。行。但是你这个线都被人家拔了。你这个线都被拔了。这昨天那个小伙子收拾的。我看到你这条线是不是接光猫上的？这个是接光猫。哇，你这里还有个路由器啊？对，这是接光猫的。那这个路由器是干嘛的？这路由器是干嘛的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最早就是他给做网络给做的。那这些又是干嘛的？由于之前这里有人修过，所以我就怀疑他们一开始用了就是企业路由，这个家庭路由应该是临时拿过来应急的。所以我现在先搞清楚这光猫是不是接到这个路由器上的。我先来到光猫这边，但是线实在太乱了，我也不确定光猫是不是接到这个路由器上的，所以我只能拿寻迹来验证了。通过寻迹验证，光猫果然是接到这路由器上的。那我现在就要搞清楚这路由器上面的网线都是负责什么的，以免之前的师傅把网线插了环路。我顺着左边的灰色线，发现它是接到这个大交换机上的，这个大交换机应该是主交换机了。接着我再看了一下橙色线，发现橙色线并没有接到这里的任何一个设备，而是跟随其他网线通向房间外面了，那这条线只能放在一边了。接着就到第三条线了，我看这灰色线也是没有接任何设备的，一样跟着橙色线出了这个房间，那这个也只能放弃了。既然已经知道主交换机是哪个了，那么就用电脑接上去，看下目前网络是什么情况。不过接上去后，奇怪的事就来了，我电脑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机。我想点击这个以太网，但是不管怎么点击都点不了，而且就连鼠标也动不了了。后面我拔了网线，鼠标才可以动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我电脑出了问题，也就没有当回事。于是又把网线插了上去，谁能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网线接上去不久后，电脑就显示连接上了新设备。我看了下 IP， 就发现不对劲了，怎么电脑没有获取到 IP 地址，就获取到了网关？当时我还特意看了下，我电脑并没有设置静态，完全是自动获取的，那不应该获取不到 IP 地址啊。当时我就禁用网卡，然后来启用，让电脑重新获取 IP 地址。但是这时候我就发现电脑开始了第二轮的死机，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只能拔了网线，电脑才能恢复过来。那时候我就怀疑是交换机对我电脑放电，但是我看了这交换机，它并不是 PO 交换机，所以我就没有当回事了。大伙记得这录像的声音，因为它每隔10分钟或者20分钟毫无规律的就响一次，这也是明显不对劲的地方。不过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也把它放在了一边。电脑接上去后，我再看了下 IP 地址，发现这回连网关都获取不到了，那多半是这交换机环路了。于是我就把它给拔了，接到主路由器上，看下主路的网络正不正常。当时我看其他两条线的灯也闪得厉害，为了避免环路，所以我把这两条线也拔了。现在路由器只剩下光猫和我电脑的网线了。我看了下我电脑，网络果然就恢复了。我也测了下网速，网速是能跑到1000兆的，那应该是交换机存在环路了。于是我就开始拼路由，拼通后我就把网线接回去，看下接上哪条线，网络是开始崩掉。哪成想我才接了一条，拼就超时了，那就是这条线存在环路了。这条线正好是接到主交换机上的，那就是主交换机有环路了。于是我就把路由器和我的电脑接到主交换机上，开始了第二轮的拼。但是就在接上去后，我就发现我电脑怎么又死机了，这下连鼠标动都动不了了。给大伙看吧，我不管怎么摁怎么移动，它箭头就是动不了。但是只要你一拔网线，它立马就恢复了过来。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电脑触摸板有问题了，于是我就找来鼠标，但鼠标接上去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我只要一拔了网线，鼠标立马就可以使用了。正当我还在纳闷什么情况的时候，这种情况它就突然消失了。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于是我就给电脑设置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。设置完毕后，我就开始拼拔线了。当时运气挺好的，
拔了第2条它就通了，那么就这条线存在环路了。当时我以为是网络恢复了，就把电脑改回了自动获取，但改回去后却发现拼怎么一直迟迟没有通。我看了一下电脑的 IP 地址，却发现电脑还是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。难不成这里面网线还有存在环路的？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我给电脑设置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，虽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上不了网，但它是可以拼得通的。一般环路了基本就拼不通了，为什么这里就可以拼得通？罢了，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既然谁都上不了网了，索性我就把这些线全都拔了，只留路由器和我电脑的网线，看看这样能不能上网。拔完以后，我就把我电脑改成了自动获取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仍旧是上不了网，拼也是超时的。我再看了一下地址，电脑还是拿不到任何的 IP 地址，这就奇怪了，交换机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网线了，怎么还拿不到地址？于是我就用我电脑接回路由器上，看看有没有网络进来。接上去后我发现拼它是通的，但是电脑仍旧显示无互联网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电脑没有反应过来。于是我就打开浏览器试了下，当我打开浏览器后，确实是没有网络的。这不对呀，之前我接至路由器上还能跑个1000兆，现在我把全部的线都拔了，网络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当时我都怀疑是不是光猫有问题，但是我后面查了一下光猫，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以这个过程也就一笔带过了。当时我打算去后台查一下断网的原因，就在我蒙密码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网络它自己给恢复了过来。我马上测了一下网速，网络确实恢复了过来。后面我把路由器和交换机都接了回去，然后再看了一下拼，发现拼它是正常的。我再测了一下网速，网速是可以跑到1000兆的。于是我就把刚才拔的线都接了回去，我每接一条就看一眼拼，看接到哪条拼就开始丢包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我把全部的网线都接了回去，拼愣是没有丢任何一个包。就在我以为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，结果右下角又显示断网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尝试打开网页试了下，发现网页确实打不开的，但有意思的是拼一直没有丢包。不过我话刚说完，拼就开始丢包了。我再看了下地址，发现地址怎么又没有了？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交换机做了什么配置，或者它本身就有问题了。于是我就进交换机后台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当时我在后台里面里里外外看了各种配置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这个内容全讲下去的话，视频就有点长了，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当时我也抓了包，给几个网络工程师分析，但他们也就找到几个小漏油和一些不重要的故障，就找不出这个故障问题所在。总之你现在能拼通，下一秒它就拼不通了。还有这个录像机也是非常的奇怪，有时候10分钟响一次，有时候20分钟响一次，甚至有时候没有规律的响。当时我也没招了，但是这时候我就想到，我之前每次插网线的时候，电脑总会死机，这应该是哪里漏电了。因为我之前用电脑插过飞标的 PO 交换机上，我电脑一插上去就会显示未响应的情况，只有拔了网线才能恢复。这边的情况几乎和之前一模一样，于是我就拿陈年老哥推荐的电笔打上去机柜试一下，没准还有意外的收获呢。当时这根电笔一接近设备就响个不停，但是我测了下却发现没有伏数，然后我又测了下机柜外壳，却发现有10几伏的电，奇怪呀，这些电是哪里来的？后面我测了下里面的金属，就有了意外的发现，居然有40多伏电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机柜外壳它是不带电的。后面我测了一下我电脑的网线，才发现网线也带20多伏的电，难怪之前一插上去我电脑经常死机。后面我测了不同的设备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带电，这些电到底哪来的呢？是哪里漏电了，还是感应电？当时我就把这插座给拆了，结果发现里面并没有地线。我测了一下火线，发现火线是正常的220伏，然后测了一下零线，零线没有带电，这也是正常的，那应该是感应电了。测完以后我就给它接了回去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些监控怎么都没了？我可是啥都没干了，顶多把电源测下电而已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过来网络还没修好，这些还要给人家修监控，当时我都想跑路了。当时我想的怎么把监控给恢复，但是那边又催着用网，所以还是先修网为主。我就找了个插排接到其他插座上，就希望其他插座有地线，结果这么一接更加的狠了，大伙看吧，直接飙到了70多伏。后面我还发现你要把交换机上面全部的网线都拔了，它能飙到130多伏，这设备哪受得了？至于后面
我给他接了一条地线，把电导入了大地，这下感应电就被消掉了。后面我给机柜每个设备做了接地处理，就是这么一接，不但网络彻底恢复了，就连之前的录像机也再也没有报异常了。至于这些监控后续如何维修，再讲下去的话，估计你们都跑光了，所以我下一期再和大伙慢慢道来。